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金世佳李沁的瓜，很多瓜友不知道世佳是谁，但知道《爱情公寓》的陆展博。今天就说一下他的瓜。相于戏内略显油腻的造型，世佳这次参加节的装扮可是吸引了不少迷妹，纷纷夸她留胡点都不邋遢，发充满了一息。不过友觉得这份意范似乎已经有了忧郁甚抑郁的感觉，节中他的眼神和对话反应都有些怪怪的。张怡夸他帅，他没有笑也没说谢谢，反是轻微重复摇头，很显然他并不认可。点评过程中他都是这种豪的脸，表情分匮乏，对旁边笑眯眯的宋轶、世佳简直就是贪。节中他和其他的对话也是没什么波澜，普通沟通不怎么回应，除了和宋轶讨论演技时，话还能多点。不少友看了都觉得，印象中的世佳似乎换了个沉迷于我忽视外界，有种特别丧的感觉。其实世佳的变化也不是猝就，前2年他很少拍戏，加上奶奶去世的打击，才让他状态变得很不好。那时他爸妈都不敢跟他说话，因为他当时极其暴躁，爱钻奸，也不爱说话，颇有种向死的态度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世佳除了话剧作品外，影视作品不多，且热度都不算。15年陪安东尼度过漫岁，16年致春2原来你还在这，17年痴痴的爱等电影花都部。倒是15年他和陈建斌、蒋勤勤合作的电影个勺杯还不错，这部电影获奖不少，但作为中的勺扮演者，世佳却连个男配提名都没有。转战电影圈的世佳战绩也不是很好，后来他去参演话剧，倒是收获不少好评。他也在话剧狂飙中找到了像，因为他饰演的汉曾说过，诚可以抵万恶，真诚的对，诚恳的对活，不要说假话。所以世佳要做说真话的。于是17年《爱情公寓》要拍电影时，世佳缺席了。等到18年王传君的《我不是药神》上映时，他写了段引发争议的话。都知道王传君曾经拒演《爱情公寓》电影版，世佳帮好友宣传电影还要说真话，配上句不能什么戏都拍，分内涵了。可当初世佳也是参演了3部《爱情公寓》，被众位熟知的也是展博这个，他这样回过头来踩脚的做法，还是有些不厚道。顺着这条宣传电影的微博前后看了圈，发现世佳的微博简直是股清流，不卖萌不发断，各种散，透露出很特的精神世界。微博中他置顶的篇提到就是个死脑筋的怪孩。微博狠，但有逻辑，能让看得下去，其很多明星的来说，可以说是很不错了。像这样的微博，随便翻就是，可以说是很易犯。他的微博也没什么告宣传、商业带微博之类的，翻看时真的很像是个的零记录平台。不过也是由于这种安静的状态，这2年世佳都没什么消息，更别提什么绯闻了。不过仪态怎么会放弃？上虽说他和李明结婚了，不过什么证据也没有，显然是虚假新闻。他和李明是假，但3年前他和李沁却是真的，虽然他们只没有承认过。13年世佳和李沁因合作电视剧《极品新娘》结缘。15年2起合作电影《致春2》还被拍到在剧组聚会结束后同回酒店，去商店买红酒。其实2恋情的蛛丝迹早就被友们发现了。他们14年2同游裘斯，14年1时底同游尔代夫，且举还很亲密。等到15年他们在岛国企度假后回北京时，还被拍到2同返回世佳的住所。不过5份这次被拍到后，2没承认。到了7份、9份他们被拍到搂抱同回住处的话，实锤那么多，2竟然还是不承认。
世嘉说这都是空来，李沁则是不表态。但是等爆出来4天后，两就疑似分了。先是李沁微博取关了世嘉，之后发了似有暗示的微博。后来拍到世嘉带着瑞丽模特盖天天回家的照，这个盖天天还和世嘉合作了部没啥名的电影《魔轮》。发出去消息后，世嘉、盖天天便迅速相互取消了微博关注。盖天天还把暴露线索的微博都删了，这做法颇有些做贼虚、欲盖弥彰的意思。刚被爆出同居就分，实在是很奇怪。有猜测，分原因可能就是有第三者。且这个盖天天后来还改名盖月熙，他和世嘉的事也都被公关了，一太能找到的链接全被和谐了。不过越是这么弄，越显得有猫腻。到底是为电影炒作，还是真有劈腿事，宝们应该有数了。和李沁分后，世嘉也就没有再出什么恋爱实锤，但没绯闻没恋情还没好的作品，综合下来就是没热度啊，且没热度好多年。这次上节终于算是有点提升，起码还上了热搜。不过友却不太想买账，觉得他是想通过结硬凹追求艺术的风社，想要不疯魔不成活的路线。倒是觉得世嘉追求艺术不假，且度也有点真东。不过从他开了微博发章却不开评论的操作上看，也是让觉得他挺钝。确实，现在的他明显不想为了红去不择断，但是偶尔的未透出种想红的感觉。然想红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颜有身材还有点演技也不能保证能，因为做演员这还得靠点运。所以世嘉这2年就是缺这点运。想想16年他多好运，作为草根碎剑，还被选上在美国队3打2秒酱油。据说开始他的是钢铁侠演讲时的个信息官，不过因为签证问题没法去美国。后来新增个记者给了他，让他去德国录制，所以这个看似群众演员，但他的名字 Kim Scar 却出现在35个主演名单了。所以世嘉与其这种拒绝沟通、沉迷艺术的社，还不如多和沟通，多去观察活，说不准哪天聊天唠嗑上的过程中拿到部好戏。